如果你問我台灣軍武發展這麼多年，戰力最強悍的是哪一年？那我的回答一定是今年，因為在這個時間點，台軍接裝正迎來史無前例的大爆發。歷經2年多生產線瓶頸的全新 F-16V Block 70戰機，首架在美國完成飛行測試後，最快9月底便能抵台。全球最強無人機之一的 MQ-9B 海上衛士，也將在今年8、9月在台完成首次飛行測試，並很有可能整合 GSM 飛彈，提升台灣空海領域500公里空射長程打擊火力。但最讓人振奮的是，台灣第一艘潛艇原型艦海鯤號，在完成最核心的測試後，9月底便能移交給海軍。這些接裝動作，如果塞進前面任何一個年代，都是歷史性的一刻。但它們同時發生在了今年，這意味着什麼？今天我又帶大家看看這波接裝大爆發背後，到底藏着台灣怎樣的軍武雄心。關於這波接裝潮，最先抓人眼球的，無疑是那架預定在9月底飛抵台灣的全新 F-16V Block 70。它的到來幾乎直接宣告台灣空軍主力陣容迎來世代交替的關鍵時刻。不過，這起接裝背後最精彩的地方，並不是 F-16V 的火力有多猛，而是台灣的投資眼光有多神。時間回到10幾年前，當時的台灣空軍急需補充新一代戰機，夢寐以求的是美軍最先進的5代隱身戰機 F-35B， 但美方根本不放行。不過，美軍還是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把 F-16的终极改良概念推出來，裝上最先进的 APG-83 主動相控雷達，全新的任務電腦以及大螢幕戰術顯示器，統稱為 F-16V。但問題來了，當時全球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為這套全新的電戰與雷達次系統買單過研發費。美方的算盤敲得很響，你們台灣如果想用最新的技術，可以，研發費你得自己出。軍方經過大量審計後，終於決定直接獨資砸3.19億美元作為研發資金，參與了這套關鍵先進次系統的研發。消息一出，當年不少媒體一片罵聲，這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錢。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大家才發現F-35B 雖然性能強悍，但其造價驚人，單價成本接近1億美元，這還不包括每小時幾萬美元的天價維護費。這時候性價比極高、戰力逼近5代機的4代半頂配 F-16V Block 70 72突然在全球軍火市場上賣爆了，多國紛紛揮舞着支票向美國下單採購新造的 F-16V， 或者把自家的舊款 F-16送回原廠升到 V 構型。而當年台美簽署的發價書裡藏着一條至關重要的商業條款，由於台灣獨資承擔了先進次系統的研發本金，未來任何第三國只要採購或升級含有該系統的 F-16V 戰機，美方每交付一架就必須向台灣支付一筆研發攤費補償，說白了就是提交一筆版權收成。根據審計部最新的決算報告顯示，截至2025年10月底，美方已經撥付以及正在審查中的研发補償金，累計金額居然高達2.45億美元，約合79.3億元新台幣。當年被嘲笑是冤大頭砸下的103億元本金，居然在短短幾年裡成功收回了 76.6%。聊完這筆投資奇蹟，讓我們再看看全新的護台神機 F-16V Block 70。這架戰機和大家平時在新聞裡看到的舊款 F-16，本質上已經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飛機了。這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首先，它的主動相控雷達，這款雷達直接繼承了 F-22和 F-35雷達的技術，能夠同時追蹤数十個空中與地面目標，探測距離比舊款機械掃描雷達提升了整整1倍以上。哪怕對方是在低空貼地飛行的巡航飛彈，或者是小雷達反射截面的隱身目標， APG-83 也能在極短距離上将其死死鎖定。其次是 Block 70構型採用了保型油箱，直接貼在了機背兩側，不僅增加了幾百公里的航程，還不占用翼下的兵器掛架。這意味着它可以掛載更多的長程空对空飛彈以及精確制導对地武器，在關鍵空域進行更長時間的戰鬥巡邏。雖然首批抵台的新機因為電站套件的延遲，暫時未能全狀態交貨，美方也因此給出了非現金損失的賠償承諾。可以預料到的是，隨着首架新機在9月底飛抵本土，台軍空軍的史詩級換代的大幕已經不可逆轉的拉開了。如果說 F-16V 是空中拼圖的傳統骨幹，那麼在8、9月份迎來本土首次飞行測試的 MQ-9B， 則是直接把台灣空域的不對称戰術拉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根據軍方消息透露，首批2架 MQ-9B 無人機在今年6月秘密運抵台灣後，美商通用原子公司的技術團隊立刻在基地內展開了就地組裝與地面測試，並預計8、9月份在本土首飛。很多不了解軍事的朋友恐怕要笑了，不就是幾架無人機嗎？現在戰場上的無人機到處都是，台灣要是缺無人機，那我去跟烏克蘭借幾架。
兄弟，你或許不太清楚，MQ-9B 可不是你在電視裡看到的那種只能飛幾公里、丟個小手榴彈的民用小型無人機。它是一個翼展高達24米，能載重數噸，可以在12000米高空連續盤旋30到40個小時的空中怪獸。在12000米的高空是什麼概念？由於地球曲率的原因，地面或者艦艇雷達的探測距離是有物理極限的，看遠處的低空目標很容易出現視線死角。但 MQ-9B 掛載的 CVU 多功能巡邏雷達，在飛到12000米高度時，就像是在上空架起了一座移動的100米高觀景台，敌方水面艦艇的動向、沿海雷達的開機狀態，甚至低空突防的飛行目標都一覽無餘。但真正讓人脊背發涼的，不是它有多能看，而是它有多能打。就在不久前的英國法恩堡国际航空展上，通用原子公司和挪威康士伯公司突然爆出了一条重磅消息，他们已經完成了 MQ-9B 掛載聯合打擊飛彈的初步評估與實際審查。這項技術直接打破了傳統大型偵搜無人機不能打硬仗的尷尬。GSM 也不簡單，它的射程高達500至560公里，即使為了躲避雷達而全程採用貼着海面飛行的超低空綠海模式，射程依然有185到300公里。除了驚人的射程， GSM 彈體採用了紅外隱身與錫箔複合材料設計，飛行時自己完全不發射雷達波，就像一個幽靈，能穿透防空網，對遠距離的高價值艦艇或陸基雷達實施源頭狙擊。更絕的是它的協作功能， GSM 飛彈自帶雙向數據鏈， MQ-9B 在遠處高空把飛彈發射出以後，甚至不需要自己全程盯着，它就可以直接透過聯網功能，把飛彈的後半程導引權轉交給周邊的隱身戰機，或者交給今年7月1日掛牌成立的濱海作戰指揮部。哪怕不掛載 GSM， 純偵搜構型的 MQ-9B 也是台灣本土雄風2型、雄風3型反艦飛彈的居家爆點源。當 MQ-9B 首飛成功，正式在台服役時，我相信台灣的高空領域作戰將點亮一盞耀眼的戰術明燈。這是四頭誰也惹不起的護台空中巨獸。如果說空中的熱鬧讓人振奮，那麼海面之下的暗流則讓人激動。相信大家最近都看到了高雄港、台船碼頭的熱鬧場景。台灣自制的第一艘潛艦原型艦海鯤號在這裡順利完成泊港測試後，將在8月到9月底前正式推向最核心也最危險的最終深海潛航測試。一旦 SAT 順利過關，海鯤號預定在9月前正式移交給海軍256前沿戰隊。因此，對於真正要踏進潛艙裡的海軍官兵、測試工程師來說，這8、9月份的深海測試絕對是提着心吊着膽在刀尖上跳舞的日子，但他們心中一定也是幸福的，因為作為台灣第一艘潛艇，海鯤號幾乎帶着台灣自研的全部驕傲。造潛艇一向被譽為工業皇冠上最難踩的明珠之一，在平靜的水下，水深每增加10米，每平方米的外殼就要多承受1噸的巨大壓力。在泊港測試階段，潛艦只是綁在碼頭上，測試各種儀器能不能通電，閥門能不能正常開關，柴油發電機能不能運轉，那只是靜態的體檢。而一旦進入 SAT 測試，海鯤號就要徹底解開纜繩，獨自駛向深不見底的大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漆黑一片的海水包圍着幾十米長的鋼制軀壳，潛艦緩緩向幾百米深的水下下潛，隨着水壓幾何級數般激增，潛艇的厚重鋼殼在巨壓下會發出令人牙酸的金屬微縮聲。在這個過程中，幾十名測試人員和官兵必須屏住呼吸，在一片死寂中完成一項項嚴格測試。通過了，那是載入史冊的輝煌。但只要有一處管道閥門出現瑕疵，或者密封圈承受不住水壓，所有人都會拖入萬劫不復的深淵。那麼為什麼台灣要冒着如此巨大的技術風險，非要自己造潛艦？答案就在於台灣特殊的地理環境。台灣西部的台灣海峽平均水深只有幾十米，水淺流急，海底地形複雜，並不適合大型潛艦活動。但台灣東部的大洋離岸不遠就是深度暴跌到幾千米的深海海溝，只要海鯤號這樣的常規動力潛艦能夠隱蔽潛伏在東部海溝裡，利用深海複雜的溫躍層，它就會變成一個難以被發現的水下黑洞。在戰時，哪怕手裡只有幾艘戰術性能優良的潛艦，它也能死死守住東部的深水航道，防止周邊海域被全面绞殺封鎖，同時對敵方的水面艦隊構成極大的水下威慑。這就是台灣自研海鯤號的原因，將決定戰場生死的戰略主動權牢牢捏在自己手裡。這也正是台灣不懼任何威脅的底氣所在。不過，除了 F-16V、MQ-9B 和海鯤號這些是耀眼的明星級裝備，在8、9月份的接裝清單裡，還有2塊看似低調，卻直接決定着末端防禦能否閉環的拼圖。
第一塊拼圖是來自陸軍的 M136火山車載數位化布雷系統。前2年，關於美國出售火山布雷系統的消息，曾在社會上引發過不少爭論，甚至有人誤以為這是要回到幾十年前人工埋設地雷的舊時代。這說明大家還是沒有看明白這套系統的恐怖之處。火山布雷系統，它不是靠工兵拿着鏟子去挖坑埋雷，而是直接裝載在如 M977 這種巨型卡車上。在接獲防禦指令後，卡車立馬沿着海岸線或關鍵道口疾駛，車上的數位化拋灑器能在幾分鐘內將數百枚地雷均勻地散布在數千平方米的區域內。更重要的是，這些地雷具備極其嚴密的自毀、自失效定时設定，任務結束後，地雷會自動失效或自爆，不會在後續留下一絲隱患。大家不妨想象，如果反登陸作戰開啟，敵方剛在探頭搶灘，還沒等重型裝甲車輛展開，一條火山急速鋪設的雷區就已經擋在了必經之路上。這爭取來的幾個小時，足以讓台灣後方的反艦與炮兵火力完成精準覆蓋。而第二塊拼圖則關乎邊境監控與海巡執法。拉脫維亞制 Penguin C 垂直起降無人機，這款無人機雖然不如 MQ-9B 那樣擁有強大武裝平台性能以及高空打擊能力，但它的優勢在於快捷，一旦掏出來就能立刻接裝部署，對沿海低空與近海進行無縫巡邏。此前海巡署採購這批無人機時，因為交易商交貨跳票，一度引發外界對防衛採購履約能力的質疑，而軍方與海巡署這次非常硬氣，直接把8月31日設為了最終的驗收生死線。如果再次跳票，直接解約索賠，絕不拖泥帶水。這也是台灣軍方向外界傳遞的一個信號：台軍陸海戰力的提升絕不容許無休止的延誤。回到視頻開頭的那個問題，為什麼說2026年的8月到9月是台灣戰力最緊繃也最具標誌性的一刻？因為在這短短的幾十天裡，包含了太多的情緒與心理交鋒，有當年獨自研發 F-16V 最終收到巨額版權退款時的快感，有 MQ-9B 試飛並可能掛載500公里長程隐身飛彈時給海峽周邊帶來的戰術安全感，更有着幾十名前線官兵擠在海鯤號艙內，隨着前艦深入漆黑海水時那種屏息凝神的生死測試。台軍迎來的這波接裝大爆發，從來不是為了去發起一場戰爭，而是為了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將高空偵搜、遠程反艦、水下拒止與灘頭阻絕等多重不對稱戰力迅速整合到極致。這不僅僅是一場鋼鐵裝備的集中交付，更是一場把所有籌碼都攤到桌面上的博弈。8月的風已經吹過海峽，9月的深海與藍天正在等待答案。這場歷史性的接裝大爆發究竟會給台灣帶來怎樣的驚喜？我們可以拭目以待。好了，本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大家認為今年的台灣戰力將會進化到哪一種層次？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見解。感謝大家的觀看，記得點讚、關注、加分享。我們下一期視頻不見不散。